铁甲龙的声音。想不到他刚产完卵，还是气势不减。更难办的是他手下的那些精英怪兽，其中就有2头初级领主级的火灵三脊猪，那可是猪类怪兽中排名第1的种类。看来还是一场苦战。可惜这场恶战下来，铁甲龙的龙蛋必然是保不住了。是啊，如果能完整的得到龙蛋，就能交给科研机构进行研究了。我听说京都基地市就有一家机构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吧？京都基地市，那就优先击杀铁甲龙。至于龙蛋，看情况再说。就这么办。别被兽群牵制住，直接闯进这怪物老巢核心。明白。果然，铁甲龙为了保护龙蛋，直接放弃了在老巢决战。来对付铁甲龙，那2头火灵三脊猪就交给你来牵制了。打起来了！老王，这位李前辈躲闪动作非常快捷，他的入围级身法已经非常成熟。不，这身法绝对高于入围级。不愧是高级领主级。看体长，至少就有20名，超过之前任何和我交过手的怪兽。王前辈还要更强。
每一击的威力都能保持在25万公斤以上，久守必失。望前辈这样下去会有危险。周围的环境，出来的怪兽，他们都能利用。这种对战斗的掌控力，比我强多了。2位战神前辈与怪兽久持不下。对了，如果龙蛋被毁，让铁甲龙心态失衡，这样他们的胜算就更大了。喂，哥，你现在怎么样？我很好啊，最近爸妈还好吗？小区附近没出什么事吧？爸妈都好，事情倒是有一件。张科大哥昨天来串门，说他发现我们小区附近有个人鬼鬼祟祟的。趁着陈谷大哥刚回基地室，2人就一起把他给抓住，送到安全局了。临走前还叮嘱我们，有事可以直接找他们。哥，是不是你那边出什么状况了？啊，这里和之前的荒野区一样，总有些不安分的东西。我只是在想办法，让你们更安全。哦，对了，哥，最近我炒股又大赚了一笔，多亏了你给我资助的本钱。小意思，我还会接着资助你。你尽管去炒，争取早日挣够娶媳妇的钱。小南今年才上大1，早着呢，而且我一个残废。记住，诺华，永远不要说自己是残废。你虽然有残疾，但却不是废人。哥，我会记住。我要继续执行任务了。嗯，哥，你在荒野区也要小心啊。这怪兽巢穴看起来像是旧世界的购物中心，差不多有70头兽将级坚守在正门，要从正面突破，恐怕只有战神能斗上一头。3楼到5楼，应该是铁甲楼的精英手下才有资格居住的。1楼和2楼很可能是铁甲龙的住处，所以才禁止手下的怪兽进入。要是从1、2楼的窗户进去，被周围的怪兽发现，那就完蛋了。而且3楼到5楼都有大量怪兽，我怎么才能进去找到龙丹？啊！有了，这座建筑里的电梯天井就是一条直通通道。就是这儿。还有专门的巡逻队负责看守。好难闻。铁甲龙的龙蛋。要消除威胁，最保险的办法是立即替2位前辈毁掉龙蛋。可要是
把龙蛋交给研究机构，或许会更有价值。估计是铁甲龙击杀了一名战神，再将他的装备当作战利品收藏了起来。他在荒野区阵亡，至少要将遗物带回基地时。发疯了！被发现了！短短刹那，我将那21头兽将级怪兽完全计算在内，这是不是就是比入危级更高一层的完美级？啊！发疯了！想跑？滚开！走！不准备让我们轻易过去。应该是铁甲龙的老巢出了变故，所以他才急着往回赶。能让铁甲龙这么焦急的，只有他不久前产下的蛋了。先解决眼前的敌人。铁甲龙。
1米，这个距离打不到我，还差56公分。糟了！到达极限高度了。非常好，我就算飞到2、3000米高度，只要没有障碍物，他就还能看到我。只有冲破云层了。我真是蠢！003号城市的天空，完全是飞行怪兽的天下，在空中面对飞行怪兽群，必死无疑。急速下坠，必然撞到铁甲龙。一旦减速，就会被飞行怪兽捕获。只有放手一搏了。伤势又加重了。不过，利用住宅楼遮掩，趁机躲进地下车库，估计那铁甲龙是找不到了。铁甲龙在发动这一带的守军来搜捕我，看来在这里养伤是不可能的了。不过还好，逃命的时候竟然忘了，这003号城市的地铁隧道多得要命，隧道空间狭小，铁甲龙这样的身躯根本进不去。我居然舍近求远，差点把命交代在这儿了。啊，运气不错，离这不远就有一条隧道。没想到还有一名高手藏在暗处，趁着我们与铁甲龙大战的时候，将龙蛋偷走。难怪铁甲龙这么拼命去追。现在他的老巢里什么都没有了，2头领主级的火麟3脊猪被杀，其他怪兽全部溃散而逃了。要是那神秘高手和我们联手，那击杀铁甲龙的概率能大大提升。人各有志吧。他能够在如此数目的兽将级怪兽围攻下安然逃脱，还偷走了龙蛋，这份实力至少是中级战神。
王哥，那我们……铁甲龙本就被我们击伤，为了龙蛋又拼命极限奔跑，伤势一定会恶化。我们沿着路线追查下去，他应该逃不了。好。这次少爷的训练计划还没有全完成，但少爷的实力已经提升了不少，和我爸的要求还差了不少。我爸妈可都是战神强者，我怎么能差呢？哎，对了，海洋，你说那个罗峰过年也才19岁，已经是初级战将级了？罗峰怎么能跟威少您比呀？他跟我们虎牙小队不死不休。现在虎牙小队只剩我一人，我迟早要亲手解决了他。雷霆小队。罗峰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啊，竟然是罗峰，我见过你，虎牙队长。潘亚想要杀我，若不是这3个人在，我也不怕他。只是这3人，那个老者和那个白人壮汉都是高级战将，那个李维少爷虽然实力一般，背景却强得可怕。3位，这位虎牙队长和我火锤小队有仇怨，现在他要做什么，3位也看出来了。国家有法令，是禁止武者自相残杀的。我不求3位阻拦他，只求你们能够一旁观看，不插手。只要李卫3人不插手，我应该还能。现在知道求饶了。哎呀，当初伙同印度人跟我抢双头黑线蛇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？当时我是出于跟虎牙小队的旧恨，没顾全大局。你能不能……双头黑线蛇，算不上珍贵材料，放平时我根本看不上。但你那次羞辱了我，那就不可饶恕。威少，闭嘴！威少也是你叫的？身为战神之子，怪兽的材料我要多少有多少。不过，我真正喜欢搜集的是人类的头骨，尤其是那些被称为天才的少年武者。我已经杀了好几个跟你一样的天才武者了，毕竟我绝不允许有比我更优秀的天才存在。你不知道，一个天才被斩断尊严，跪在地上摇尾乞怜的场面，得多有意思！你包里装着什么？刚刚李看、王通2大战神与铁甲龙交战，动静极大，而你恰恰从与他们交战地点相连的地铁隧道里面出来。你趁着战斗混进了铁甲龙的老巢，看你慌张地从隧道里出来，甚至忘了观察周围，一定很着急回基地室。你从铁甲龙老巢里偷到了什么至宝？想不到你不仅主动送上小命，还带了大礼过来。怎么办？一旦与他们交手，我必败无疑。可我如果不反抗，后果更不敢设想。赌一把。不错，我这个背包里
藏的正是铁甲龙的龙蛋。龙蛋，龙蛋的价值，想必你们很清楚，放到市面上，至少有50亿。黑市上价格更高。哎，那名老者和白人壮汉虽然地位不低，但毕竟50亿的价格非常高昂，他们难免会动心。杀了他，50亿，我们平分。本少爷才瞧不上这点小钱。不过这龙蛋嘛，确实也是本少爷在003号城市历练的战利品。动手，那就来拿吧。你小子也想平分？找死！你在背包里装机关？卡隆这样的高级战将也被你暗算，你小子可以呀、不过，同样的机关，可暗算不了我。有件事你错了，我的背包里没有机关。是机关。还有，你是精神面试哦。你的警惕性非常高，即使近距离，我也没有把握一击必杀，所以必须在你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，发动致命一击。你没有对我出手，我不杀你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是在同情弱者吗？我是天才，我是强者，有谁比我更有天赋？所以必须死在我手上！我比你强，你不许同情我！刚才战斗的动静，应该已经惊动了周围的怪兽。罗峰，我要杀了你！阿威，连接阿威的2位保镖。开启进入武者搜索模式。李耀先生，确定我儿子李维的坐标，在搜索周围100里以内战神的位置。李威周围100里内无战神。搜索100里内的高级战将级。李耀先生，搜索战神可通过战神宫共享系统，搜索战将级及以下武者需要联盟的 S 级授权。混账！要！我代表 HR 联盟波莱纳斯家族给予 S 级授权，快搜！是。
可能是信号问题。阿威不一定有事。记得和我们一起组过队的王通，跟李看吗？他们就在003号城市活动。我去请他们帮忙查看现场。等我们的搜索结果出来了，就去那里会合。嗯。虽然我是出于正当防卫，但无法自证清白。一旦李卫家族的人动用卫星探查，就麻烦了。我得离现场越远越好。这个方向是003号城市，难道？抱歉，有点失态。我们也算老战友了，不用讲究这些。有什么结论？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你儿子已经被怪兽弄得肢体不全了，但其他3人的死都是人为，而且类似于精神念尸的手段。当然，不排除这是凶手精心布置现场的结果。我已经派人搜索过事发时100里以内的武者，有4个高级战将，21个中级战将，58个初级战将，还有426个战士级。可我不觉得有人能同时杀死4个战将级。里奥先生，已经有结果了。那虎牙小队的死者，致命伤和现场掉落的巨剑相吻合，他们之间有可能产生了内讧。那2名保镖是被一击毙命的，而李威少爷应该是在失去保护后被怪兽杀死。凶手可能就是先前暗算虎牙小队的人，可惜死无对证了。可他们又为什么会产生内讧？根据法医鉴定，他们死前都没有服用过致幻类药物，可排除内在的因素。外在因素可能是因为凶手挑唆或者资源争夺而产生的背叛行为，这个疑点先放一边。关键是凶手怎么能接连杀死2名高级战将？第一种可能，凶手是战神级，但他隐藏了实力，导致评级较低。第二种，凶手是精神念尸，那么这人就可能是中级战将级以下的武者。不管是谁害死我儿子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把阿威死去的消息公布，让每一个武者都知道。我维尼娜·波莱纳斯悬赏1000亿韩夏币。1000亿？但凡有人知道凶手的消息，钱就归他。我就不信这凶手没有亲人朋友。只要他跟别人说出这件事，再好的亲友在巨额悬赏面前，也难保不会告密。没错，就要让他整天活在被背叛的恐惧中。近日，有9名武者在003号城市接连丧生。据 HR 联盟方面透露，其中1名死者系波莱纳斯家族重要成员。HR 联盟江南基地市分部的成员已前往现场调查，初步调查结果为他杀。据推测，凶手极有可能是战神或者精神念尸。波莱纳斯家族的里奥夫妇已发布价值1000亿的悬赏令搜集线索，接近 HR 联盟全球1年的总营收，为大涅槃时期以来的最高悬赏金额。咱刚回来，天价悬赏令就发了，
不愧是波莱纳斯家族族长的亲妹妹，这些钱别说普通人家，战神级以下的武者一辈子都赚不到他的1/10。我都心动了。你组织线下会面，是为了天价悬赏？对啊，凶手来历肯定不简单，所以才要多找人手。那我走了。管东，1000亿啊！你有必要跟钱过不去了？你什么时候跟虎牙小队一个德行了？那个少爷专挑天才武者下手，手上有好几桩人命官司，死了也是报应。要去你一个人去。1000亿 ，H2联盟的影响力真够大，能将这则消息在韩夏电视台播出来。进入极限之家战神级武者论坛。你必须死在我手上！帖子又刷新了，没想到花这么多钱来悬赏我，哼，我都想举报我自己了。即便我没有亲自对李卫下手，李耀夫妇恐怕仍会将他的死归咎于我。眼下他们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线索，但是悬赏上交代了凶手是精神念师的可能性，如果被队长他们看到，很难不联想到我。队长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队长，有事。罗峰，你什么时候回基地室？大家都回来了，准备去报告这次行动的成果，就等你呢。我也没事了，很快就回来。你单独行动，没碰到什么危险吧？没有。队长，你忘了，我有迅速脱离危险的能力。当然没忘，我只是担心你的能力在墙外能自由施展，在墙内却遭人惦记。队长，你多保重。如果遇到麻烦，别忘了火锤小队有你的兄弟。谢谢队长。也许我不该随便怀疑队长他们，但心里就是没办法摆脱1000亿悬赏带来的压力，不能胡思乱想了。罗峰，你回江南基地室了吗？今天一个人执行任务，心里闷得慌，所以你一个人在荒野区？我附近没什么怪兽，还算安全。不说我的事了，你最近在学校都好吗？目前在实验室做课题，多亏了上次去荒野区采集的病毒样本，带来了很多突破。如果将来我被指认为凶手，
也许就再也不能和他说话了。可现在，我却感觉有种前所未有的平静。这下可以没有丝毫杂念地投入到练刀上了。9重雷到第3重，成了。领悟第3重，相当于有了2.8倍的爆发力量。现在就让你们领会一下。明早就回基地室吧。为了应对天价悬赏，从现在开始，需要规划好每一步行动。首先，关于李威的事，晶石念师的事，在003号城市里发生的一切，都不告诉任何人，包括爸妈和阿花。第二，去极限总会馆一趟。先将铁甲龙那里的武者装备交给武馆，方便家属认领遗物。接着，报告火锤小队的猎杀成果，更新个人资料，将自己官方认证的等级提升至初级战将级，并领取奖励金。若长期不更新个人信息，也容易招致怀疑。第三，用拿来的奖励金购买9重雷刀第4重秘籍，因为个人实力是决定悬赏威胁大小的重要因素。最后，决定龙蛋的去向。根据之前的信息，我在京都基地室找到了一家符合描述的研究机构，只是龙蛋太过招摇，直接交给他们容易暴露自己。我要设法通过黑市把龙蛋送到机构手中。难点在于如何与黑市商人进行交涉。看来又要出一趟远门了。整个韩夏国的政治中心，同时也是占地最大、居民最多的城市，果然气象不凡。喂，小风，不好了，阿花她出事了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阿花怎么样了？已经安全了。妈，到底怎么了？您说呀。小风，你别担心。已经安全了。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是阿花的女朋友真南，她的爸妈，他们要阿花离开他们的女儿。阿花受不了打击，
救！阿华把轮椅滑进了公园的水池里，幸好当时张科也在公园晨练，把阿华救了上来。张科大哥，若风，张科大哥，你弟弟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你不用担心。谢谢，谢谢你啊。不用谢，你不也救过我的命吗？好了，我也该去机械会馆教课了，你自己小心，早点回来看看你弟弟。阿华之所以轻生，应该还是双腿残疾的原因。我一定要凑够钱，买一下生命之水，治好他的腿。还有张科大哥的手臂也是。魏先生，王侯，哎呀，正是正是。不知道他是否可信，先不让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吧。来来来，魏先生。寒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听说你准备售卖一枚龙蛋。哦，这难道是东海青龙的龙蛋？东海青龙可是王级怪兽，比领主级都要强得多。你看我，像是能跟王级怪兽交手的人吗？也是也是。你不介意啊？请自便。是铁甲龙的龙蛋，里面的胚胎还保留着生命体征。哎呀！我的买家最需要的就是活着的领主级怪兽胚胎，它对研究R2病毒有着巨大帮助。买家，如果是李卫父母暗中抛下的诱饵就糟了。我不能透露他的身份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是个大慈善家。收购这枚龙蛋后，他就会转赠给R2病毒研究机构。你知道的。商人就是喜欢通过这种手段来换取政界的人脉。心理正常，看来他没撒谎。魏先生，我以我职权范围内可以开出的最高价向您购买这枚龙蛋，50亿，您看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另外，您放心，您的信息我绝不会泄露。好，那钱就打到这张卡上吧。哟，保密度最高的国际银行账户，了解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龙蛋的价格果然高昂，要是卖给 HR 联盟的话，也许还能卖得更贵些。但估计我直接就被李卫父母盯上了吧。看来要买生命之水，还是要循序渐进啊。请问你是罗峰吗？你是？我是真南。真南？你是阿华的？请把这个交给阿华。
小峰，你回来了。爸，阿华呢？在房间里，他身体没事了，但情绪有些低落。你妈在陪着他。我知道了。小峰，妈，你先去休息吧。嗯。阿华，落华，我向你保证，你能娶到小南。哥，你别再说了，没用的。我跟小南根本没有未来，我也死心了。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，我不配。你说什么傻话？我娶谁就是害谁。还不如一辈子不娶了。我一个残废，还想什么女朋友？还想什么结婚？懦夫！小南都没有放弃，你就先放弃了吗？你说什么？这是他写给你的，你自己看。落华，听说你落水了，我好担心，你还好吗？那条信息是我爸妈背着我发的，我到现在才知道，他们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但我不会放弃的，希望你也不要放弃，永远爱你，真南。哥，来。你跟他在一起，那才是对你对他都好。可我有办法。我打听到，这世界上有一种名为生命之水的神奇药水，它以地龙王的精魄为主材料，能够让断臂重生，断腿再生。只要没死，再严重的外伤也能治好。地龙王，那可是王级怪兽，生命之水一定价格很高啊。那，这是我的存款余额。我要告诉你，一份生命之水，你哥哥有能力买到，而你也一定会站起来。哥。先生，夫人，有什么结果？经过我们这几天的调查，之前506名调查目标中，有26人存在杀人动机。他们当中有人受过 H2联盟的压迫，也有人跟少爷的保镖有仇，也有人跟虎牙小队有仇怨。虎牙小队？这种狗屁小队的仇家也敢杀我儿子？我觉得这也并非没有可能。你记得吗？在阿威遇害前，他们还遇到过一次危险。当时我通知了王通和李看去救的人。那一次，虎牙小队除队长潘亚外，其他人都丧生了，而阿威、老刘和卡隆都安然脱险。你是说，当时阿威还不是凶手的目标？当然也不排除凶手本来就瞄准阿威，对其他人先下手是为了混淆视听的可能。另外，还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凶手蓄谋已久，他行凶时很可能没带通讯手表，因此他根本就不在506人的调查名单上。给我继续查，这506人
一个一个排查，并且扩大搜索范围，所有有作案动机的人都要调查。我宁可错杀1000，也不放走一个。是。药，你说究竟是谁动的手？全球范围内，和我李耀有仇的高级战神就不少于10个。当初为了让你坐上这 HR 联盟韩夏区执行总裁的位置，我们俩也得罪了不少人。幸亏当年你进入古文明遗迹后成功出来，实力大为提升，那些牛鬼蛇神才一个个不敢有所动作。古文明遗迹，哼！别被我查出来是谁阴谋害死阿威，否则……阿华，吃饭了。哥呢？小风又去极限会馆修炼了。这孩子再不回来，就赶不上过年了。哥这么努力，我也不能懈怠。小南，你相信我。28吨，你这一拳的力量，居然有28吨！谢谢吴叔。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，我对9重雷刀第3成的掌控，终于有些顺手了。你小子，进步真是快得可怕！半年前，你还是个初级战士级武者呢，现在我这个中级战将都不是你对手了。吴叔见笑了。我现在不使用精神念力，已经可以对抗中级战将级武者了。如果用上精神念力，即使面对初级战神，也未尝不可以战。从我这边，你已经学不到什么了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等过完年，我们火锤小队准备再去一趟荒野区。毕竟实战是提升实力的最有效方法。你说的对。今天的修炼就先到这里吧。今天是除夕，早点回去吧。诸葛主管，我是吴通，我想推荐一个人进行特等培训。以他的天赋，如果没高人教学的话，实在太可惜。对，石楼峰。战神并非遥不可及。人类大涅槃期间，各国启动方舟计划，逃离地球，在浩瀚的宇宙寻找新的家园。方舟建造期间，被高等怪兽群捣毁。方舟计划失败，计划遗址遗留于荒野之中。
老杨。老周，上一次见面还是你刚当上会长的时候吧？杨特派员。我这一把手不好当啊，为了基地市里大大小小的物管操心，一眨眼8年过去了。我也当了几年老师了，在每年招人的时候都得跑断腿。总部派你来是为了核查罗峰的能力吧？辛苦了。毕竟要在全球范围内征选最优秀的学员，考察工作当然不能马虎。这次我们去哪儿？正讨论着呢。哎，罗峰，听说你打出了28000公斤的全力啊？啊，是的。这已经有机会参加特等培训了吧？特等培训？我们武馆每年都会从基地市挑选2、3名天才武者进行专门的训练指导。我看你有这个资格。罗峰要是去参加，火锤小队就只剩4个人了。火锤小队碰到几次危险，都是罗峰帮忙化解的，尤其是在张科出事以后，大大缓解了我们减员后的压力。罗峰一走，哎，别给罗峰压力。我在荒野区混了10几年，也没什么进步的可能啊。等罗峰需要加入更厉害的组织，我就准备退役。我们兄弟也准备退役。特等培训对我来说是很好的锻炼机会，可我一离队，对火锤小队会是相当大的打击。紧急救援信号，坐标在023号城市，马上出发。哦，刚满19岁就达到初级战将级，9重雷刀已领悟第3重。是的。我亲眼看到他用9重雷刀的发力方式，打出了28000公斤的全力。看来罗峰也不太适合特等培训了，他应该有资格进行最高规格的培训。罗峰现在在哪儿？回特派员，罗峰正与火锤小队在023号城市进行救援行动。特派员，会长，刚从总部传来消息，H2联盟的王家坐专机前往拜访，要出500亿买下一个名额。名额这么紧张，还有人想走后门？你去忙吧。是。嘿哈嘿，嘿哈嘿，嘿哈嘿。总部这边怎么说？总部不愿意把关系弄僵，一直和他们打太极。王家就急了，他们说，除非极限武馆马上给出无可争议的人选，否则就利用媒体制造舆论，说我们为关系户预留名额。唉，名额每年就这么些，全世界各大强国和财团都像狼一样盯着，想干干净净凭实力选出一个人，真不是件容易事。老周，帮我准备一架战机，再确定罗峰现在的方位。你的意思是？给我1小时，保证把罗峰带回来。受困的北河小队离我们不远了。
无法与罗峰取得联系。知道他在哪儿就行。罗峰，希望你真的有足够的实力，能让 HR 联盟那些败家子哑口无言。是万东，还有一位，似乎也见过。咱们已经跟不上罗峰的速度了。队长，你们去救人，我来对付这群怪兽。想不到罗峰的身法已经接近完美级。巨岩黑熊可是领主级怪兽，罗峰竟然能与之对抗。他才成为武者多久，已经能成长到这种程度？小心！9重雷刀，第3重，这罗峰倒是有2下子。特派员，已经过了快20分钟了，再减去回程和提交报告的时间，很有可能超过1小时。打开舱门，我要用最快速度解决战斗。有别的怪兽往罗峰这儿来了。我们把北河小队安顿好，就去支援罗峰吧。是来救援的吧？每道剑光中似乎包含10次以上出手，快到难以置信的程度。他莫非是战神？这位前辈，多谢了。罗峰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主管，这位是…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
这位是来自极限武馆全球总部的特派员杨辉先生，是一名战神。那真是大名鼎鼎，早就听说过他了。你就是罗峰？罗峰，杨特派员特地来江南基地室，主要是因为你的事。他这次可是为你花了不少心力呢。啊！武馆会对你有更好的安排。时间紧迫，罗峰，先跟我们回去。若真是特等培训，不就意味着火锤小队要解散了？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说什么傻话？这不正好说明你进步巨大？还记得你当初成为武者的初衷吗？肯定不是为了在火锤小队待一辈子吧？只管去，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去做。我永远会记得自己曾是火锤小队的一份子。我比罗峰早几年就当了武者，反倒是他去参加特等培训。不要见不得人好。再说，能让特派员专程来接，连特等培训也没这待遇。啊？难道？周会长，要我参加的不是特等培训。我们总部一共有2大训练营，所谓的特等培训就是其中的基础训练营，而另外一个训练营则更为稀有。平摊到每一个基地室，5年才会有1人入选。那里的老师最起码也是战神，连世界顶级强者红和雷神都会去指导。除了有训练器材，还有从古文明遗迹中发掘的宝贝。古文明遗迹，那里聚集着全世界最天才的学员，最好的老师，最好的器材，号称是全球第1训练营。它的名字叫做精英训练营。